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来拍一期我的 room tour。我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很小的 studio， 一共就500尺。首先一进门这里呢就是一个鞋柜，然后右边挂了一些包，还有伞之类的。然后这上边有点乱，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钥匙、钱包，还有口罩、消毒液之类的。然后底下就放了一些我的鞋。鞋柜的左边是一个衣架，然后上面挂了一些我的大衣，然后下面是一些比较杂乱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好，就先堆在下面了。然后门口是一个地垫，左边是一个换鞋凳，上面3个柚子，是我前2天买的，还没收起来。然后这个白的是那个变压器，一直都没有用。然后进门的右边呢是一个电热油汀，因为我冬天其实是不开那个空调的，就一直用这个油汀，我觉得挺好用的。进门的右边是一个架子，上面放了一个备用的猫砂盆，然后下面都是一些蛋糕的包装盒，然后中间放了一个那个植物架，上面放了一盆绿萝。然后这一盆小的是我也忘了是什么了，看一下上面写的，就被我养死了，在宜家买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植物。这个灯它下面其实破了，就这边应该能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之前就是这个碳酸饮料放在这里，然后它不小心掉下来就砸到了，然后就砸破了。这是一个猫咪的吊椅，但是它们好像从来都没有睡过。这边呢就是一个茶几，然后那个黄色的是懒人沙发，特别舒服，我特别喜欢。这个台灯呢，它有一个灯罩的，但是那个灯罩有一回不小心被我摔碎了，所以现在就光秃秃的，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好，就暂时放在这里了。然后后面是一个5×5的宜家的大柜子，放了特别多杂乱的东西，我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看吧。这一格呢是那个一些打印纸，然后左边就是这里是我爸的一些信件，就放在这里了。然后这一格是那个猫咪的猫罐头，然后还有那个粘毛桶和画毛片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就是那个相机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这个上次买的水晶球也放在这里了，因为找不到其他地方放了。这个呢就是一些口罩，然后消毒的之类的东西。中间这个好像是我买的一些那个 DIY 的那个东西，因为放不下了，所以就放在这儿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些书，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我做了一半的那个 DIY 小屋，因为它太迷你了，就只有我一个手这么大，反正就超迷你，不太好做。对，这个顶部这个已经做完了，做了一部分，可能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顶部是这样子的，里面有个桌子，然后还有个灯，还有小椅子。这里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。然后那些书呢，其实是我不常看的，他没有告诉我每个调料精确的要用多少，就是适量，我也不知道适量是多少，所以就不常看，然后就放在这里了。
这一格呢就是一些书，主要是一些关于便当的书。对，这个也是刚刚那个 DIY 小屋里面的超迷你，做了一半放在这里了。这边是一些文件夹，然后下面是我的隐形眼镜，然后这个里面是一些化妆刷，都是新的，其实都没有拆，因为我一直都没有，因为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去学化妆，但是装备都是齐全了的，然后就先放在这儿。然后这个也是一些书，然后这个碗和盘子也是放不下了，就先放在这儿了。然后这些书都是我朋友给我的，只有最左边的3本是我的，其他的都是朋友给的。因为之前朋友搬家了，然后就问我要不要这些书，然后后来就都给我了。这是化妆棉，这个是一些扎头发的橡皮筋。然后这个是一个保温杯，但是一直都没有用，因为我现在也不出门。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些护肤品之类的，基本上都是我上次黑五的时候买的，放不下了就把这一格收拾出来，然后放了。下面这一格是麦片，然后还有几本书，然后这一格呢也是一些书，我也不知道这个类型的书怎么叫，反正就是一些关于古代生活的书吧，对。然后这些是我前段时间刚收到的新买的书。这个呢是一些隐形眼镜，然后还有电池啊之类的东西。这个都是一些护肤品之类的。这个东西太多了，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介绍。这个的后面是一些面膜之类的。然后还有蒸汽眼罩，前面是一些药，就是我的小药箱。然后这里是2个抽屉，这个抽屉放了一些说明书什么的，就是各种资料。这个是一些零食，这个也是一些烹饪书，这边主要是一些关于面包的烘焙书。这个呢也是一些书，这个是在 Costco 买的桃子酒，这个主要是一些家常菜的食谱书，但其实我看的也不是特别的多，我之前照着做过几道菜，感觉好像一般吧。下一个也是一些书，不过是一些关于食材收纳，然后还有就是日本和韩国料理的书，其实我大部分都没看过，还只是稍微翻了一下。这边2个抽屉呢，第一个是一些，其实这2个抽屉都是一些关于工具的书。这是一个胶带，然后这是一些纽扣电池，然后这些胶水啊什么都是我做那个 DIY 小屋的那个工具。下一个抽屉呢，都是一些家具，它那个配件，有的时候它莫名其妙会多出来一些配件，然后我就都装在这里了。然后最下面这一个是它最里面藏着那个路由器什么的，就是它很多线嘛比较乱，就藏在里面。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有点乱。然后外面放了一些那个工具。然后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的了，就是一些工具，还有做甜品用到的一些盒子，还有肉松啊之类的。这个也是我做甜品用到的豆浆粉，还有那个低筋面粉啊盒子之类的。这个是我以前买的一些零食，不过现在应该都吃不了了，因为都是一些饼干啊什么的，我没有办法咬。这个都是一些 DIY 小屋，这是一盒零食，很多都是做了一半的，没有时间做，然后再加上现在家里面有猫咪嘛，然后有一只是异食癖，它特别喜欢吃一些就是塑料的东西，我感觉我摆在桌子上的话，可能第2天就全被它吃了，所以就做到一半，然后就只能先收起来。这个是一个那个针线盒，拆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有2层，第1层放了一些剪刀啊什么的，
然后第2层是一些线，这个是橡皮筋，我都没用过，其实只是买回来备用吧，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到。这个柜子呢就是这样了，然后柜子上面呢堆了一些东西很多，然后前面这个是一瓶那个干花，是我之前在家自己做的，就是自己晒的那个干花，大概是两三年以前晒的了吧。然后现在是这样子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放了2-3年的干花。这边呢是一个收纳架，这一层都是一些饮料，然后这一层是一些零食，也是我顾牙前买的，后来顾了牙就吃不了了，就先放在这儿吧。这一层也基本上是一些零食，然后第2格是泡面。第2格是这种泡面，然后这2格都是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吃这个能量棒，我就买了超级多，是那个桂格的。然后这一格就是那个旺旺仙贝，我之前也超喜欢吃的。这个第1格是一些茶包，然后这个是一些垃圾袋，然后就叠好了放在这里。这3格都是不同的泡面。然后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炸酱面挺好吃的。后面是一个变压器，然后上面一排就是一些锅了。这是一个很迷你的小锅，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，这个是一个搪瓷锅，它这边有一个熊的一个脸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这个锅我现在很少用了，哎呀，里面居然还有油，天哪！还好没有拿起来，不然差点翻了。就我以前会用这个小锅来油炸嘛，后来买了这个锅，因为这个锅有点脏了可能，所以后来买了这个锅，然后就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这个锅来油炸东西，因为它比较小，需要用到的油也不是特别多。然后这个呢也是一个小锅，但是一直都没有用，还是新的。这个呢是我前段时间新买的一个锅，然后前2天刚收到，就是在淘宝买的，就是也是一个很迷你的，它是一个蘑菇造型的锅，我觉得好好看呀。然后上面一排呢，也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然后在上面呢，第1个呢是一些保健品，好像都是之前我爸买的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些纱布，这2个都是纱布袋，然后底下就是一些蒸笼布，就是各种尺寸的都有。然后这个呢也是冰袋，就是我现在家里面有好多冰袋。这个我也忘了，是那个宠物的装便便的那个袋子。然后这一盒是一些那个 K9的那个罐头，就是这个。在上面一格呢也是各种乱七八糟，但是太高了，我把相机放在下面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。这个是一些那个夹子，这个夹子我觉得特别好用，所以我之前买了好多回来。就之前我家有很多这种夹子嘛，这种夹子不是特别的好用，而且它时间久了它就变形了，然后就中间就是它会鼓起来，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密封。然后这个呢，天哪，我都忘了我居然还买了这些东西。这个是一些模具，这个半熟芝士的，然后这个是一些饼干的模具，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回拍过开箱吧，购物分享是。都是一些饼干模具，这个也是。天哪，为什么会买这么多饼干模具？这好像是那个冰袋吧。然后里面都是一些蛋挞的那个蛋挞托，这是最后一箱。这个是那个蛋黄酥的那个包装，然后剩下一些都是一些纸盒。就是我之前也包装的时候用过，都是这些纸盒。最上面的话，最右边那一盒是那个一些螺蛳粉啊，或者各种粉条之类的一些速食，因为它包装比较大嘛，
就是一些抽屉啊放不下，所以我就放到那个盒子里面，收纳盒里。中间这个是那个吸尘器的一些配件，因为不常用，所以我就放到一个盒子里面，然后放到这个最上面。然后最左边呢是一些那个碎布啊什么的，因为我之前准备做那个锅盖帽嘛，我还没有做，然后就是布已经买好了，就是各种材料都准备齐了，但是还没有做。然后转过来呢，就是我的餐桌了。我之前呢会把这个纸巾拿出来放到这个纸巾盒里面，因为这个它很简约嘛。然后，但是后来就是发现不太方便，而且它这个原本的纸巾盒呢可以装更多的纸巾，然后放到这个里面的话，因为我用纸巾用的很快，然后就没几天可能就没了，就也不太方便，就一直弄来弄去的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杯子架吧，然后这边是一些曲奇饼干盒啊什么的，然后上面放了一个镜子，因为我刷完牙，然后还要用那个牙线，然后都弄一遍，我觉得照着镜子，然后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，所以呢就会在底下垫2个饼干盒，这样镜子会高一点，跟我的那个脸是齐平的，然后这样看起来更清楚一点。然后这个碗里面都是一些我就是牙套相关的东西吧，这个是牙线棒，然后这是各种橡皮筋，这是那个番茄酱什么的，还有这种牙线，就我会用2种牙线。然后餐桌转过来是我的一个碗柜，里面放了各种碗，这边是2个餐盘，还有一个马芬烤盘吧，这个烤盘我觉得挺好看的，但是找不到地方放它，所以就先放在这儿。后面是一些饮料，我之前买了超多的，就是这个牌子的饮料嘛，然后之前摆在这儿，现在就剩下2瓶了。就碗柜我就不详细介绍了，之后可能会拍一期，然后来详细介绍我的碗吧，因为这一期主要是 room tour 嘛，我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就上面是一些杯子，然后第2层呢是碗，第3层是一些盘子，然后这个也是碗，里面是一些不常用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买来干什么，反正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然后下面是一些碗，这个碗我觉得特别好看，是我之前在我朋友家，然后看到我朋友用的，然后我当时特别喜欢，然后后来就去淘宝买了一套。然后这是一个猫咪造型的一个吐司盒，但我还没做。然后后面也是一个吐司盒，下面放了一些饮料。然后右边的话，这边是一些花瓶。这个竹蒸笼盖不上了，是因为它，哎呀，它现在居然直接掉了。但是我用的其实也蛮久的了，我记得好像是我2年前买的了吧，2、3年以前买的了。然后第2层也是一些碗啊什么的，第3层也是一些盘子，还有碗，第4层也是一些碗，第5层本来是放水的，然后现在只剩下1瓶水了，因为我要搬家了嘛，我就没有再买新的水了，因为买了也要搬过去，太累了。现在客厅介绍完了，然后来介绍一下卧室的部分吧，因为它是 studio 嘛 ，studio 它就是客厅和卧室是没有门的，是连在一起的。然后我就把桌子放在这里，然后就当做一个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隔断吧。然后这个鞋柜的后面呢，放了一个宜家的这个小推车，然后上面放了一些饮料，因为就是那个柜子放不下了。然后这边是一些冰袋呀什么的。然后第2层其实我之前是用来放水果的，但是就是最近没有怎么买水果了，然后冰袋太多了，就先用来放冰袋了。最下面是一些土豆啊、红薯啊，还有紫薯什么的。但是可能现在最近天气有点热吧，然后都发芽了，还没有扔呢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那个上次买的小羊的脚灯，这边是一个书桌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柜子，上面放了打印机。这个台灯是在宜家买的，上面放了一些保健品什么的，这些保健品其实我也很少吃。
这边是一些药膏，还有唇膏啊什么的。因为我之前那个手上长湿疹嘛，然后这个是治猫癣的。其实我之前以为手上是猫癣。然后这是唇膏，这个是2种那个药膏。因为我之前胳膊上被烫伤了嘛，然后现在还没有完全好。现在其实还能看到一点印子，还没有完全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可能要再去看一看有什么祛疤的药膏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电脑了，这个是新买的一个年历，它是猫咪的。哦，现在2月了，我还没有翻过来。就我其实平时也不太看年历，我觉得这种大的话写起来不太方便。就我之前用这个小的，其实还蛮方便的。然后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就是胶水，然后还有这个剪刀啊，都是做 DIY 小屋的一些工具。就之前我会在这个桌子上面做，对，然后我之前做了会放在这个里面，因为防止被猫咪吃掉嘛，就是这里。这个是一个桌子，反过来了，它其实是这样子的，还没有做好。然后第一格是一些线呀什么的，这是猫薄荷，然后是一些充电器，然后这些都是一些那个 AirPods 的那个壳，觉得很好看。就是这个也都是在同一家店买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之前有一次活动然后送的。然后这个是一些胸针啊什么，这些都是在同一家店买的。我那个回头把店名发在旁边。这个是我现在在用的一个壳，后面有点脏了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跟这些都是在同一家店买的。这个是那个眼药水，就是它是一次性装的，一次就拆一个就可以了，然后挺方便的。因为我也不是天天用眼药水，我觉得这种挺方便的。其实第2个抽屉是一些买东西会送明信片啊什么的，就都放到这儿。然后下一个抽屉是我的一些学习用品，一些各种便签本，都是关于学习的。然后有一些本子，这个是在 Costco 买的那个胶带。这一盒都是一些身体相关的，这是一些双眼皮贴，我也不知道哪个好用，我就都买回来试一下。然后这是那个纱布，然后这是上次买的安耐晒，这是那个除毛球的一个东西，这也是纱布，我之前买了好多纱布。最下面一格就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了，主要是一些手机壳之类的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我都忘了这到底是什么，我拆开看一下，真的不太记得。哦，是手机壳，就都是手机壳，但是我现在不用这种手机壳了，因为我觉得苹果官方的就挺好用的。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买手机壳的人，我觉得可以用就可以了。然后底下是各种，都是在故宫淘宝买的这个钥匙扣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么多钥匙扣。这也是一个钥匙扣，这是在故宫淘宝买的，这是一个如意的钥匙扣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看。然后这个柜子旁边放了一个加湿器，但是我现在不用这个加湿器了。然后这边呢又是一个衣架，就这些都是一些春秋冬的衣服吧，就我现在就大概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就不一个个展示了，我之后会拍衣服分享的，然后就会每一件都穿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个衣柜里面也是一些衣服，就全部都是。然后下面是一个架子吧，一个抽屉架，在宜家买的。本来是想拿来放那个4件套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4件套叠起来还挺厚的，放不下，反正就堆得比较乱，反正就各种乱七八糟的。然后转过来，大咪喵，这边
边是一个空气净化器，我会放在床头这里，然后就这边就是我的床了。然后我把镜子上次搬到这边了，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我平时是不叠被子的，但是我觉得拍视频的话，就是不叠被子可能不太好看，今天就稍微铺了一下。然后床尾其实是一个床头柜，放了一些我平时护肤会用到的东西。我其实用到的东西很简单，这是一个朱莉蔻的一个玫瑰喷雾，我一般会先用这个玫瑰喷雾，然后呢再用这个 Bobbi Brown 的这个水，然后再用那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，然后之后是这个倩碧的镭射精华，然后再用这个眼霜，然后最后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霜。这是一瓶褪黑素，我有的时候睡不着，然后就会吃一片，但是我没有经常吃，就偶尔睡不着才会吃一片。这是一瓶兰芝的唇膜，但我很少用，因为它用起来有点麻烦。这是一个那个月球灯，它会自己转，然后有3种颜色。这个颜色其实我挺喜欢的，就是那种淡淡的暖光色。然后这个是一瓶那个身体乳，是这个牌子的，我觉得这个牌子的香薰很好闻。然后呢，这个也是这个牌子的护手霜，就也挺好闻的。这个冻梨味是我最喜欢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朱莉蔻的护手霜，就我挺喜欢玫瑰味的，就平时会用这个。然后卧室呢就是这样子了。再往前就是那个餐厅，不是餐厅，是那个厨房了。然后这边放了一个破壁机，然后这边是除湿机，然后下面是猫咪的水盆、猫粮，然后还有一个猫碗。但那个猫碗我现在不常用，我现在都有一次性的那个碗，我觉得比较方便。然后这边呢又放了一个架子，这个架子是一些锅。然后最下面呢是那个锅，都是锅。这是一个 Bruno 的锅，它是一个和姆明的一个限定款的一个锅。然后这边是2个锅，那个就是压力锅了。然后上面一层，这边是一些硅胶纸啊、锡纸啊之类的。然后这些都是那个Bruno 的一些盘子，配套的盘子。这个锅其实我用的挺多的，就是吃火锅啊什么的都会用到。这个架子是我在淘宝的那个 Bruno 旗舰店买的一个架子。然后这个呢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之前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收纳这种各种蒸笼纸啊，然后就是蛋糕的那个烘焙纸啊、吸油纸啊，因为它都是扁扁的嘛，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收纳。后来就突然想到那种收纳文件的，然后后来就发现了这个是我在 HomeGoods 买的，就挺好用的，我觉得特别喜欢。然后最上面放了一些蜂蜡纸，这个是那个 Bruno 的那个蒸笼纸。然后第3格是一些吸油纸，都是吸油纸，各种各样的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戚风蛋糕，不是戚风蛋糕不垫纸，反正就是那种圆形的那个油纸。最底下是一些蒸笼纸，就也是各种尺寸的，但是这种小的我用的最多，所以就后来买了很多这种小的，都是蒸笼纸，下面也都是，就它是中间带孔的蒸笼纸，很方便，就不用洗那个纱布了。然后上面一格都是一些锅，就我平时其实都会用到，反正这几个锅尺寸都是差不多的，我就是看心情用吧。然后中间呢，这几个是在宜家买的，我当时的想法呢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淘宝上有卖那种可以在物体的底下装滑轮啊什么的，我本来是想买那个的，然后装在这个下面，这样我就可以拉出来嘛。但是还没买，所以现在就先这样，所以这个也没装。然后这个呢就暂时装了一些东西，
就一些不常用的吧，一些餐具啊什么都洗干净了放在这里。然后往上面一格呢是一个调料架，这边是一个锅架，放各种平底锅的，就是各种各样的调料，一共有2排，后面都是不一样的。然后下面是一些瓶装的，也是各种各样的调料。这2个是上面放不下了，就只能放在下面了。然后这2个都是面条，我也忘了什么面条。这是一盒那个在 Costco 买的锡箔纸，它是提前裁剪好尺寸的，我觉得用起来蛮方便的。上面一格就放了各种烤盘，这是 Bruno 的那个蒸笼，然后后面都是各种烤盘。就都用这种架子收纳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然后这个呢是宜家的一个那个架子，但是它只适合放这种比较扁的那个烤盘，就还可以吧。然后在上面呢就是各种锅了，就是稍微大一点的锅。然后最上面是3个收纳盒，反正放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我就不给大家看了，我平时也用的不多。然后这个柜子过来呢，就是那个洗衣机，我旁边放了一个那个小的收纳架，这边是一个猫砂盆。猫砂盆本来是放在厕所里面的，但是我前段时间就是 foster 了一只小猫咪嘛，然后关在厕所里面，因为它需要隔离，所以呢我就把2只大猫的猫砂盆搬出来了。其实正常的话是放在厕所的，反正放在这儿呢，就是洗衣服就不太方便。就是跟大家说一下，然后从这边过来呢，就是又是一个架子，就这个架子会稍微宽一点，就是长度是一样的，就高度也一样，只是它会宽一点。最下面这一层呢，就是放了一个回收的那个垃圾桶，就是各种瓶子啊什么会洗干净，就是冲干净然后再扔进去。然后这边呢就是2个牛奶瓶，就是2个牛奶瓶，然后还有一些茶叶啊什么的。然后上面一格呢有点乱啊，因为我那个平时做完蛋糕打包的东西就都放在这儿。就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便当盒，就是各种罐子，然后上面都贴好了里面是什么。反正就是每个都不一样，这样贴在上面，然后找起来也很方便。在上面一格呢，这个是一个米箱，然后这边有点乱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。其实，然后这个锅也没有地方放，这个锅也是我新买的。然后里面就是2个砂锅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迷你的小烤箱，然后这个里面这个是一个那个杂粮桶，我之前有用到过的，就是烧粥啊什么的时候会用到。然后这边是一个一次性手套，就是我会从这里直接拿，就很方便。然后这个侧面呢，就我也挂了很多东西。这个是一些一次性椰果，这个是咖啡，就是这种。这个再往上呢，这个其实是放在洗碗机里面的，但是我有些东西不知道放在哪，我就放在这儿了，就先放在这儿。这个是一些保鲜袋，我在外面贴好了标签，就是标注哪个是哪个。然后上面放了一些锅，就是各种锅。然后这边是盆，然后再往上呢，右边是一些保鲜盒之类的，左边是各种面粉，就是粉类的烘焙原料。就这个侧面呢，我还挂了一些，筛网。就挂在侧面，就这个架子其实我觉得挺方便的，它2边可以挂很多东西，然后这个板的尺寸呢也可以随便调，因为它边上有很多小孔，你可以随便调节它的高度。然后这边转过来呢就是厨房了，就其实还是有点乱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除湿机，我怕它落灰嘛，就盖了一块布。然后这个是一盒奇亚籽，这个是多的，就是一箱装不下了。然后这边是那个辣椒干啊、甘草片啊。这其实我之前拍收纳那期视频的时候，很多人会说我过度收纳啊什么的，但是
我没有觉得是过度收纳，因为有些东西就你拆开放在这里，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收纳好，我也找不到地方可以放它，然后它这样一袋一袋的看起来也不是特别好看，我觉得把它放到罐子里面会比较方便。但是现在宜家缺货比较严重嘛，买不到罐子，所以就只能先这样，然后它就会经常倒下来啊，或者怎么着，反正不是很方便。我觉得就像这种全部都装到罐子里面，然后这样比较清楚。这是一个保鲜膜，后面放了2个架子，然后挂那个打蛋器啊什么的，它是可以转的。这是一个那个水桶，这个是我去外面那个水店，就美国这边有很多卖纯净水的店，然后去那边买的，就自己带桶去的。这个桶要自己买的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我这边是一大桶，大概2块多，2块钱左右吧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空气炸锅了，这是一个电饭煲，然后这是那个厨房纸。这个纸巾架呢，看起来挺好看的，是我在国内买的，但我不推荐啊，因为它很轻，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重量的，就你一拉，它底下也会跟着旋转。就它现在是旁边有电饭煲卡着，所以它才没有出来，不然的话，它平时就是它会，就你一转，它会跟着你转，就我觉得不是特别的方便，它会转来转去的，反正不是特别的推荐。这是一个消毒筷架，然后这是一个菜板架，就放了各种菜板，还有一个超大的烤盘。然后这边就是水池了，水池因为我要搬家了嘛，就想等着搬完了然后一起打扫，所以有点脏，大家不要介意。这是一个杯架，然后这个是一些，反正就也是一些架子，然后放了一些那个硅胶刮刀啊、打蛋器啊，然后还有勺子之类的，然后这些放了一些盘子。这个灯带也掉了，就平时是放在这里的，但反正也要搬家了，所以就不管了吧。然后这边放了3个调料，这个是一个煎蛋锅，这个挺好用的其实，但是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合适，就它太迷你了，我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放它。然后这边呢就是灶台了，就我平时做饭会那个待的地方。下面是烤箱，然后上面呢是一个微波炉加抽油烟机。这边就是冰箱的，然后这个上面的柜子呢放了一些油啊之类的，反正都是没有拆的。这个放了一些调料。就我其实灶台附近是没有放太多调料的，因为烧菜的时候会有油溅出来嘛，我觉得溅到瓶子上面时间久了会油腻腻的，然后我都是放在这里的。然后上面是一些就是日本的一些调味料吧，味淋啊什么的，或者一些不常用的。然后下面是一些常用的。然后水池下面的这个柜子呢，都是一些垃圾袋啊什么的，我买了超多这个垃圾袋，这个都是从国内买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么多。然后这个抽屉呢是一些调味料，就我上面都标注了名字。我以前买标签机之前是打印的，后来买了标签机之后呢，就用标签机打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下面呢是一些冰箱收纳盒，还有那个果蔬的保鲜盒啊什么的，各种各样的。这里呢是那个各种做饭用的工具吧，就压柠檬汁的啊，然后压土豆泥的，还有那个冰淇淋的那个挖勺，这是那个敲打肉的那个东西。下面这个很乱，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，乱七八糟的，我都忘了买了些什么了，反正就太乱了。然后底下是一些粉丝啊、银耳啊，这是凉面，然后芝麻之类的。这个抽屉是我的电子秤，也有点乱。我最主要用的就是这个电子秤。旁边这个抽屉是一些烘焙的。裱花嘴啊，然后垃圾袋，
然后这是那个茶包，我有的时候煲汤什么的，如果用到香料的话，就会用这个茶包来装。底下这个柜子呢，也是放了一些烘焙用品，有点乱。然后这个上面的柜子呢，就是一些烘焙原料，一些玉米糖浆啊、蜂蜜啊，然后低筋面粉、可可粉、玉米淀粉之类的，还有香草精。然后这里面后面是一些茶包，然后这个是泡茶的。然后在上面呢是最左边的是茉莉香米，这边是那个可可粉，还有饼干啊，反正都是烘焙原料。